师傅说我20岁便可打破壁垒，立地飞升。他却不知我能听见万物的残响，风声雨声皆携万古记忆。飞升仪式上，霞光万道，我一步步踏上天梯。可我听见身后我视为生父的恩师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那是属于上一位飞升师兄的残响。他哀嚎着：“师傅，别吃我的灵根。”原来所谓飞升，竟是沦为那些饥渴者的佳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飞升大典前夜，整个九玄门张灯结彩，师弟师妹三三两两的聚在我的院外，偷偷的朝里张望，眼神里充满了羡慕。沈生师兄要飞升了，咱们九玄门上一个飞升的，还是10年前的陆师叔呢。什么陆师叔？你该叫陆师祖。掌门说了，还是沈师兄天赋最强。我坐在窗边，听着师弟师妹们的议论。我5岁筑基，10岁金丹，15岁元婴大成。如今我刚满20岁，修为壁垒已然松动，只差临门一脚便可飞升。我能有今日，离不开我的师傅玄阳真人。在我3岁那年，师傅将我从凡尘中捡回，悉心教导。他曾抚着我的头，慈爱地告诉我：“生儿，你身具罕见的丹灵根，将会成为九玄门万年来最年轻的仙人。”话语间满是对我的期许，让我对飞升充满了无限的憧憬。生儿，一个温纯的声音自身后传来。我连忙起身，回过头，正对上师傅含笑的眼眸。岁月似乎对他格外偏爱，明明已是300岁的高龄，却仍是30许的模样。师傅，我恭敬地行了一礼。还在打坐？快过来。他朝我招了招手，语气里满是慈爱。明日便是你的大日子，莫要太过劳累。他引着我走到桌边，桌上静静地放着一个金色冠冕，整个冠冕霞光流转，仅仅是靠近，便能感到一股精纯的力量扑面而来。此乃飞升冠。玄阳真人拿起那顶冠冕，亲手为我戴上。为师寻遍4海8荒，寻来9种至纯灵石，才为你制成此冠。冠冕落在发间的刹那，一股暖流涌入全身。我体内原本已经满溢的灵力，竟又有了向上攀升的迹象。生儿，此冠可助你飞升仙界，明日踏上通天梯时，一定要带着它。我跪倒在地，重重的磕头。师父大恩，弟子永世不忘。玄阳真人抚着胡子，眼里满是欣慰。你是为师最得意的弟子，你的荣耀自然也是为师的。师妹林婉红着眼走到我面前，她递给我一枚绣得歪歪扭扭的香囊，上面是一对鸳鸯。师兄，这是我亲手绣的，你戴在身上，以后也能想到我们。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的不肯落下。等你飞升后，我会守护好九玄门的。香囊的温度从指尖传来，带着她身上熟悉的兰花香。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它。多谢师妹，我会想你的。那，你去上界，能等我吗？她眼里燃起光亮，鼓起勇气看着我。我也会努力飞升的。我摸摸她脑袋，郑重地点了一下头。林婉顿时笑了，整张脸都明媚起来。太好了，师兄，你答应了。我们说好的，不许反悔。送走林婉，夜已经深了。我避开所有人的视线，一个人去了英灵阁。这里是九玄门的圣地，供奉着历代飞升仙辈的牌位。大师兄陆离的牌位就供奉在这里。数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，他意气风发地来此祭拜。第二天，大师兄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踏上了去往仙界的天梯，消失在一片刺眼的金光里。所有人都说大师兄成仙了。我看着他的牌位，脑海中恍惚闪过数年前的师兄的影子。那年，我与他偷偷溜到后山看日出。师弟，你看，这世界多大！大师兄张开双臂，迎着初升的朝阳。等我飞升了，去了仙界，肯定比这里大10000倍。他转过头，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那是一块布满裂纹的青铜罗盘。师兄，这是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好东西。他得意地拍了拍，这是上古残宝2界仪，我从一个秘境里费劲弄出来的，可它看起来都坏了。嘿，你别小看它。大师兄把罗盘塞回怀里，它虽然残破了，
但注入全部灵力就能跨越一界，传送一句话回来。只能传一句话，对，就一句，然后它就会彻底碎掉。他看着远方的云海，眼睛里闪着光芒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我飞升之后，就用它告诉你，仙界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一言为定。我用力点头，心里充满了向往。一言为定。大师兄飞升后，我等了很久，1个月、1年、2年，我常跑到我们看日出的那块大石头上，期盼着师兄传回仙界消息，但我始终没有等到。师兄，明天我就要走你走过的路了。我对着冰冷牌位轻声说：“仙界真的像师傅说的那么好吗？”牌位静默无言。我伸出手，想摸一摸他留下的佩剑惊鸿。就在指尖触碰剑身的瞬间，我的天赋万物残响不受控制的发动了。这是我隐藏最深的秘密。我能听见万物留下的声音，那是他们记忆的片段。但这一次，我听到了无比熟悉，却又充满了绝望的声音。师傅，为什么？您不是说飞升是去往仙界吗？这里是哪里？是大师兄的声音。那声音里充满了迷茫，然后是极致的恐惧。啊！我的灵根！师傅，我的灵根，别吃我！哀嚎声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贪婪的咀嚼声。咯吱，咯吱。我呆愣在原地，一股寒气直冲头顶。不可能！大师兄明明飞升了，全宗门亲眼所见，那霞光万道的盛景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不信，跌跌撞撞地摸向其他飞升前辈的供台，上面放着一柄玉如意，属于50年前飞升的清月师祖。指尖触碰的瞬间，尖利的哭喊声刺入我的脑海：“玄阳，你这个恶魔，我诅咒你，永世不得超生！”我踉跄着后退，撞倒了旁边的浮尘，那是100年前无尘师祖的遗物。救命！这里不是仙界，这里是地狱啊！一声声惨叫在我脑海中回响。我终于想起，宗门史册上每一代天赋最强的弟子都在风华正茂时飞升，然后再也没有消息。原来所谓的飞升，根本不是前往仙界，而是通往地狱的黄泉。路的尽头站着我的恩师玄阳真人，正等着享用他的佳肴。而明天就轮到我了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间，桌上放着那顶飞升冠，此刻却像一个沉重的囚笼。生儿，你是为师最得意的弟子，你的荣耀自然也是为师的。师傅的话在耳边回响，让我浑身发冷。逃！这个念头刚一升起，就被我掐灭了。整个九玄门都在师傅的掌控之下，只要我敢有半点疑心，还没跑出山门，就会被他发觉。我逃不掉的。我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桌上的冠冕应声滚落。大师兄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清月师祖温婉的笑容，一张张脸在我眼前闪过。他们都曾是宗门最耀眼的天才，最后却都成了玄阳真人延续寿命的美食。如今我唯一的依仗就是万物残响。这个秘密，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，包括师傅。我不敢触碰威力强大法宝，只能靠近宗门长老居所，希望能碰到有用信息。残响被催动到了极致，无数细碎的声音涌入脑海。这次的祭品品质是历代最好，掌门的修为肯定能再上一层楼。一个长老的声音谄媚：“哎，沈生那孩子真是可惜了，这可是100年不遇的善灵根啊。”另一个长老的声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惋惜：“哪个天才也不敌掌门真人，他可是飞升之下第一人。原来整个宗门高层都是玄阳真人的帮凶。”就在我心神激荡之际，熟悉身影出现不远处。林婉提着小灯笼，一脸担忧地朝我张望。“师兄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他看到我，快步跑来。“我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“是不是因为明天要飞升，太紧张了？”他歪着头看我，眼里满是关切。“师傅说飞升是天大的好事，师兄不该愁眉苦脸的。”我的心沉了下去。“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好凉。”他抓住我的手，被我的体温吓了一跳。“没事。”我抽回手，不想让他沾染寒气。“师妹，你这么晚了，
怎么还不睡？我担心你吗？他小声说。师傅最近也心事重重的，总是一个人去藏经阁，一待就是深夜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藏经阁，我的心里猛地一动。我悄悄潜入藏经阁，开始一排排的寻找。玄阳，你竟为了长生，行此灭绝人性之事！我发现100年前，一个姓周的师叔在飞升前夜也发现了真相。他试图反抗，想把真相公之于众，结果被师傅一掌拍碎了天灵盖，连尸骨都没留下。一阵绝望感像潮水般淹没了我。师傅的强大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的反抗在他眼里犹如蚍蜉撼树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角落里一个极其微弱却又无比坚韧的残响钻进了我的耳朵。后来者，若你与我同命，请燃我之骨，为我复仇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那是一本落满灰尘的阵法古籍，声音的主人是一个100年前同样被吞噬的阵法天才。他发现了玄阳真人的秘密，但他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耗尽心血寻找破解之法。护山大阵既能守护，亦能毁灭。那声音断断续续，以自身精血改36道阵纹，就能瞬间逆转护山大阵。届时，守护之力将化为吞噬之力，大阵会抽取关键位置的灵力，反哺这片天地。残响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最后只剩下一句带着血泪的嘱托：此法代价巨大，发动者修为尽废，经脉寸断，九死一生。后来者，若你甘愿赴死，便以此法诛杀此僚，为我等报仇雪恨。声音彻底消散，我捏着那卷冰冷的竹简，手心却烫得吓人。窗外的天色由黑色转为鱼肚白。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时，我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竹简。镜中的少年脸色苍白，眼睛却亮得吓人。林婉早早的就站在了院子外，看到我出来，他眼睛一亮，跑了过来，小声说：“师兄，你今天真好看，像天上的神仙。”我看着他活泼的样子，心口像是被什么狠狠剜了一下。我从储物袋里摸出了一块玉佩法器，塞进他的手里。师兄，他被掌心的微凉惊了一下，低头看着这块玉佩。我马上就要飞升了，这些身外之物与我已是无用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淡。你修为尚浅，平时又喜欢乱跑，带着它能护你周全。林婉摇摇头，将玉佩推回我掌心。飞升之路何其凶险，这防御法宝，师兄比我更需要它。林婉，我第一次连名带姓的叫他，他浑身一颤，停下了挣扎。听我说，我凝视着他，想把他此刻的模样刻进脑子里。这块玉佩你必须贴身戴好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取下来。他懵懂地点了点头。如果你看到天地上的霞光变了颜色，不要犹豫，立刻使用这块玉佩。师兄，林婉看着我，眼圈慢慢红了。发生什么了？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我没有回答，他愣愣地看着我，过了许久，才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小声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得到他的承诺，我心里那块最沉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我松开他的手，最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再见了，师妹，原谅我不能告诉你真相，我该走了。我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朝院外走去。祭天台建在九玄门的最高峰，正中央就是高耸入云的通天梯，梯子的顶端隐没在云雾和金光之中，看不真切。师傅玄阳真人已经等在了那里，他穿着一身紫金色的掌门道袍，看到我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师儿，时辰到了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再次跪下，弟子拜别师傅。他扶起我，声音洪亮地对台下数千名弟子说：“今日我门下弟子沈生功德圆满，将在此立地飞升，位列仙班。此乃我九玄门的盛事。”台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，恭贺沈师兄飞升。师傅转过身，对我温和地笑了笑：“去吧，生儿，踏上通天梯，你的仙缘就在眼前。”我点点头，转身面向那座高不见顶的通天梯。仙乐齐鸣，霞光万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踏上了台阶。每走一步，我都能感觉到脚下阵法汇聚的灵气，
缓缓往师傅方向涌去。他在吸收整个通天梯的灵气，为接下来进食做准备。我走得很慢，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逆转阵法的每一个细节。我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脚下的台阶像是没有尽头，周围的金光越来越盛，几乎让人睁不开眼。台下弟子们的欢呼声渐渐远去，变得模糊不清。我的灵石像一张细密的网，疯狂地扫过整个祭天台，每一块玉石，每一根栏杆，每一面旗帜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找到阵眼的时间不多了，等我走到通天梯的顶端，师傅就会立刻动手。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师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催促：“生儿，凝神静气，不要分心。”我强迫自己冷静。既然竹简画了详细的阵图，那么尸骨一定在这附近。我的灵石刺入脚下的台阶，1块、2块、3块。第980集，第990集。在第998级台阶的内部，我终于感知到了一个微弱的能量波动。那是一块指骨，被封印在台阶的最深处，上面还残留着那个天才师叔最后的执念：燃我之骨，为我复仇。还差最后一步。我踏上了第999级台阶，来到了一个小小的白玉台，四周云雾缭绕。师傅就站在我身后不到3步远的地方。生儿，做得很好。他的声音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兴奋。现在转过身来，为师助你打破最后一层壁垒。来了。我缓缓转身，看着他，他的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，但眼神里的贪婪已经不再掩饰。就在他抬起手准备按向我天灵盖的瞬间，我笑了。师傅，徒儿还有一个问题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在这时候说话。什么问题？飞升之后是不是就什么都吃不到了？我问的天真无邪。他脸上的笑容顿了顿，随即恢复如常。仙界自有琼浆玉露，比凡间食物美味万倍。是吗？我歪了歪头。那大师兄的灵根味道好吗？我的话一出口，白玉台瞬间寂静。玄阳真人脸上的笑容收敛，取而代之是极致的阴冷。你在说什么？他的声音沙哑，眼神死死盯着我。我不再演戏，脸上满是嘲讽。大师兄陆离不就是在这里被你抽出了灵根，然后一口一口吃掉的？玄阳瞳孔猛地一缩。我拔下飞升冠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大师兄和周师叔，还有那些飞升消失的弟子，他们全部都成了你的长生药。孽徒！玄阳恼羞成怒，一股庞大无匹的威压从他身上轰然散开，笼罩了整个白玉台。刹那间，一只布满灵力的大手朝我的脖子抓来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留你不得。我将体内最后一丝灵石狠狠地注入了台阶里的那块指骨。前辈得罪了。我在心中默念。轰！一声巨响从整个九玄山的护山大阵内部传来。以我脚下的通天梯为中心，一道血色的光芒冲天起，将原本金色的霞光染成了诡异的血色。护山大阵在这一刻猛地一滞，然后开始疯狂地逆转。噬灵大阵起！我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了这5个字。血色的阵纹疯狂蔓延，转瞬间就将玄阳真人整个人缠绕。玄阳真人抓向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他惊恐地感受着体内被疯狂抽走的力量。不可能！他脸色狂变，原本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力量的护山大阵开始疯狂地吞噬他的修为。师傅，你没想到吧？我喘着粗气。你吞噬了那么多同门，今天就由我来帮你一起还了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那份惊骇慢慢褪去。呵呵呵呵呵呵。他忽然低声笑了起来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癫狂，笑声在空旷的白玉台上回响。好一个我的好徒儿！他抬起头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赢了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你懂什么？玄阳真人的声音里满是怨毒。长生之路何其枯寂，100年、1000年，你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、朋友、爱人最终都会化作黄土。陆离确实天资绝艳，我动过收他为亲传的念头。
可当我看到他为了一个凡间女子心动，我就知道他不行。道心不坚，儿女情长，如何能忍受万载孤寂？玄阳真人的声音变得高亢，还有周师兄，他们一个个的都困于俗世，看不破，斩不断。我是在帮他们解脱，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随我一同见证永恒。我喘着粗气，冷笑道：“歪理邪说，还是去对死去的师兄师叔们说吧。”血色的阵纹光芒大盛，玄阳真人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。啊！他俊朗的面容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，光滑的皮肤上爬满了皱纹，乌黑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，挺拔的身躯也开始佝偻。他千年来靠吞噬弟子维持的青春，在噬灵大阵面前飞快消融。小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他双目赤红，不顾体内被抽走的力量，再次向我扑来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即使修为被阵法压制，他含怒的一击也不是我能轻易抵挡的。我早有准备，猛地向后一跃，从通天梯的顶端跳了下去。风声在耳边呼啸，我急速向下坠落。台下的弟子们全都惊呆了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天上的金光变成血光，看着我从通天梯上跳下来。掌门真人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，发疯似的追杀我。怎么回事？师兄，那还是掌门吗？人群中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懵了。林婉站在人群前面，脸色煞白。孽徒，休想跑！玄阳真人紧追不舍，他的速度因为修为流失慢了很多，但依然比我快。巨手眼看就要抓到我的后心。就在这时，我腰间的惊鸿剑自动出鞘，铮的一声挡在了我的身后。当一声巨响，玄阳的手被弹开，惊鸿剑在我身边盘旋，发出一阵阵悲鸣。我能听到大师兄的残响在剑身上呐喊：“师弟，沈生，为我报仇！”好！我大吼一声，握住剑柄。大师兄的剑法，我练了10年，早已烂熟于心。惊鸿剑法，第一式长虹贯日。我借着下坠之势，人剑合一，化作一道流光，向着追来的玄阳刺去。惊鸿剑刺穿他的手掌，黑色的血液流了出来，散发着一股恶臭。你找死！玄阳真人彻底怒了，他不再顾及阵法的吞噬，强行调动丹田内剩余的全部力量。我落地之后，立刻就地一滚，躲开了他毁天灭地的一击。轰！我刚才站立的地方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。所有长老听令，给我拿下这个叛徒！玄阳真人对着台下那些同样惊慌的长老们吼道。那几个知道内情的长老脸色变了又变，他们知道今天如果让玄阳真人倒了，他们也活不成。结阵，快结阵！大长老最先反应过来，立刻想要布下阵法来对付我。我冷笑一声，一边躲闪攻击，一边对着台下所有弟子大喊：“你们都看清楚了，你们敬爱的掌门就是个吞噬弟子的魔头，陆离、张师叔，还有100年前的周师祖，他们根本没飞升，全被这老怪物活活吞噬了。”我的声音通过灵力的加持传遍了整个山顶，所有弟子都愣住了，他们看看状若疯魔的师傅，又看看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恐惧。胡说八道！他已经入魔，速速将他拿下！大长老色厉内荏的吼道。他带着几个长老冲了过来，想配合玄阳真人将我拿下。入魔！我一边用惊鸿剑挡开玄阳真人的攻击，一边嘲讽地看着他们。我看你们才是入魔，为了苟活，心甘情愿当这个老怪物的走狗。周围的弟子们的眼神渐渐变了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疯狂地生根发芽。大家不要听他挑拨离间。大长老急了，手上的攻势更猛。我被几个长老围在中间，压力倍增，身上很快就添了几道伤口。但我不能退，我必须撑下去，撑到噬灵大阵把师傅彻底吸干。我猛地拍向一下腰间的铜钟，紧接着一道光影从钟内投射出来，悬浮在半空中。光影中是白玉台上的景象。然后我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大师兄陆离不就是在这里被你抽出了灵根，然后一口一口吃掉的？他们全部都成了你的长生药。”下一秒，
玄阳真人恼怒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祭天台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留你不得！一声一句狠狠地砸在每一个九玄门弟子的心上。所有人都呆住了，他们脸上的憧憬神色褪尽，只剩下恐惧和茫然。真相以一种最残忍的方式，血淋淋地展现在了他们面前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有弟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喃喃自语，精神几近崩溃。林婉更是呆立当场，眼泪止不住地落下。他看着半空中面目狰狞的玄阳真人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平时慈爱的师傅联系在一起。看到了吗？我抓住机会，再次大喊：这就是真相！我们所有人都只是他圈养的牲畜。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跟他拼了！一个和大师兄关系很好的弟子红着眼睛，第一个拔出了剑，为陆离师兄报仇，杀了他！人群中积压的恐惧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数千名弟子瞬间沸腾了。他们虽然修为不高，但汇聚在一起的力量却不容小觑。那些原本还在犹豫的普通长老和弟子，看到这番景象，也纷纷调转了剑尖，对准了玄阳真人和那几个心腹长老。一群蠢货，叛徒，你们全都要死！玄阳真人看到这一幕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彻底放弃了压制体内的力量流失，任由噬灵大阵疯狂吞噬，转而疯狂冲向我。他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光，以一种极限的速度向我冲来。这是燃烧精血的搏命一击，我瞳孔紧缩，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一击我躲不开。师兄，小心！林婉发出一声尖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柔光挡在了我的面前。血光穿过最前面的玉佩，仅防御了3秒，便寸寸碎裂。紧接着是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弟子们，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道人墙。血光穿过冲在最前面的10几个弟子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身体就直接爆成了一团团血雾。温热的鲜血溅了我一脸。快跑！一个胸口被洞穿的弟子倒在我的脚边，艰难地对我说道。我没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。我的眼睛瞬间就红了，体内的灵力不受控制的暴走。老怪物，我杀了你！我握紧金红剑，不顾一切地迎上了那道稍显暗淡的血光。剑尖与血光相撞，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从剑身传来，我整个人倒飞出去，狠狠地撞在祭天台的石柱上。噗！我喷出一口鲜血。但玄阳真人也不好受，他燃烧精血的搏命一击被挡下，又加上噬灵大阵的吞噬，周身气息已经衰弱到了极点。生儿，你没有毁掉任何东西。他嘶哑地笑着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他每走一步，身体就衰老一分。他要在我面前亲手把我捏死。我靠着石柱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但浑身剧痛，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金红剑掉落在不远处，剑身嗡鸣，却也飞不过来。我看着一步步逼近的玄阳真人，心里涌起一股不甘。就差一点了，只要再拖延一会儿，他自己就会死。与我融为一体吧。玄阳真人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他举起干枯的手，抓向我的天灵盖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准备迎接死亡，但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。一声利刃入肉的声音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只见林婉站在我眼前，他手里握着一把短剑，那把剑正插在玄阳真人的后心，剑尖从玄阳的胸前透出，上面还滴着黑色的血。师妹，我愣住了，玄阳真人也愣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缓缓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胸口透出的剑尖，又缓缓转过头，看着身后那个满脸泪水的少女。你……他只说出了一个字，就停住了。先是皮肤，然后是血肉，最后是骨骼，在一阵风中化作了漫天的尘埃，飘散在空中。一代枭雄，九玄门的掌门玄阳真人，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。随着他的死亡，噬灵大阵失去了目标，血色的光芒渐渐散去。祭天台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还没从巨大的冲击中回过神来。扑通！
林婉手里的短剑掉在地上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挣扎着爬到他身边，伸出颤抖的手，想要安慰他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后，我只能轻轻地把他揽进怀里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他在我怀里哭得撕心裂肺，仿佛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出来。周围的弟子们也渐渐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尸体，有人茫然，有人悲伤，也有人解脱。玄阳真人死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那几个跟着他作恶的心腹长老，在大长老的带领下，趁着众人混乱，竟然想趁机逃跑。别让他们跑了！我用尽力气喊道。那些刚刚失去了同门好友的弟子们，已经红着眼睛围了上去。这一次是正义的清算。大长老等人根本无心恋战，又失去了玄阳真人这个最大的靠山，很快就被愤怒的弟子们淹没了。最终，他们被关进了宗门的地牢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所有被害弟子的审判。混乱平息后，整个祭天台一片狼藉。活着的弟子们开始默默地收拾同门的尸体，没有人说话，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氛。我被几个弟子扶了起来，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。林婉也止住了哭声，他擦干眼泪，站了起来，开始指挥大家救治伤员，处理后事。这一刻，我看到她长大了。一天之间，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被迫扛起了一切。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3天后，宗门为死去的弟子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。英灵阁里多了几十个新的牌位，我站在最前面，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，心里沉甸甸的。他们都是因我而死。林婉一身白衣，神情肃穆。师兄，别自责了。他轻声说，你救了更多的人，他们会理解你的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葬礼过后，宗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。所有幸存的长老和各堂口的堂主一致推举我为新的九玄门掌门。看着他们期盼的眼神，我摇了摇头，我不会当这个掌门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为什么？沈师兄，现在只有你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了。一个堂主急切地说。我环视了一圈，缓缓开口，我催动噬灵大阵，已经经脉尽断，寿元无多了。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可是宗门不能没有掌门啊。一个长老忧心忡忡地说。我的目光落在了林婉身上，他正静静地站在角落里，听到我的话，身体微微一颤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九玄门的代掌门。我？林婉惊得后退了一步，连连摆手，不，我不行，师兄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会的。我按住他的肩膀，强迫他看着我。这几天你做得很好，你比任何人都坚强。九玄门需要一个新的开始，你就是最合适的人。我会留下来帮你，直到你完全熟悉一切。等你什么时候能独当一面了，我就会离开。林婉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，但这一次她没有哭。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好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我静心辅佐着林婉。九玄门虽然元气大伤，但整个宗门的气象却焕然一新。弟子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开朗的笑容。林婉也从一个手足无措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有理有据的掌门人。大家都说她有我当年的风范，但我知道她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。半年后的一个清晨，我处理完最后一桩宗门事务，找到了正在后山练剑的林婉。她的剑法越发凌厉，已经颇有大家风范。看到我来，她收了剑，额头上带着细密的汗珠，笑着问我，师兄，这么早找我，有事吗？我来跟你告别的。我平静地说。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这么快吗？他低下头，声音有些失落。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九玄门有你，我很放心。你要去哪？不知道。我摇摇头，看向远方的天空，随便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我想去看看没有谎言和杀戮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长久的沉默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。
我看着她，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眉眼间带着英气，十分美丽。我伸出手，像从前一样，揉了揉她的头发。也许吧，如果哪天想念九玄门的饭菜了，就回来看看。她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眼圈红了。我从怀里拿出惊鸿剑，递给她：“这个你留着，大师兄的剑应该守护九玄门。”她没有接，只是固执地摇着头：“不，师兄，你带着他，就像带着我们一样。”我看着他倔强的眼神，最后还是收回了手。好，我转身准备离开。师兄，他突然在身后叫住我。我回头，他鼓起勇气跑到我面前，拉住我的手：“我等你回来。”说完这句，他就转身跑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再回头，背着大师兄的剑，大步走下了山。山下阳光正好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